国际金价的走势其实非常值得我们琢磨，因为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中美公布了最新的贸易磋商成果，按理说全球确定性上升了，黄金应该下跌，但是结果呢，它反而逆势上涨。为什么？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重点。黄金在对什么发出信号？在表面看，这一轮金价上涨的直接导火索呢，的确是来自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，中东、俄乌、委内瑞拉一环扣一环。但地缘风险呢，不是新的故事了，真正让市场嗅到危险的是流动性和信任的问题。因为就在同一时间，美联储突然宣布，从12月1号开始提前停止缩表。要知道啊，市场原本预期至少要到明年才会停。那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美国的资金紧张程度比鲍威尔之前暗示的还要严重。说到缩表，很多朋友呢可能一听会懵了。那其实特别简单啊，你就把它想象成美联储在收回它之前放出去的钱。我们可以想象，美联储手里有一张资产负债表，它上面记着啊，左边是他买的各种资产，比如说国债呀、房贷支持证券呀、MBS 啊。右边呢是它印出来的钱，也就是流到市场上的美元。在疫情那几年啊，美联储大规模的买债，等于呢往市场里倒水。那这个动作就叫做扩表或者是量化宽松 （QE）（Quantitative Easing），简称 QE。因为它买债呢要用到钱，那这个钱呢就被银行、金融市场拿到手了，市场上的资金变多了，股市、房价、金价全面上涨。后来通胀太高了，美联储呢开始反过来操作了，不再买债了，他还让手里原有的债券呀自然到期，不再续买了。那这样呢，他手里的资产就会越来越少，相当于把市场上的钱呀一点一点的收回去，这就叫做缩表 （quantitative tightening），简称 QT。再打个比方，我们可以把美联储想象成是一口水缸，那市场呢是一条河。QE 扩表就是拧开水龙头，把钱放进市场。QT 缩表就是关掉水龙头，让河水慢慢蒸发回收。当它缩表的时候呢，市场上的钱就变少了，流动性变紧了，很多企业、银行、投资者都会觉得钱不好借了。这个时候，只要出现一点坏账、欺诈、风险的事件，就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。现在鲍威尔说要提前停止缩表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原本要继续抽水的，但市场呢现在已经有点渴了，不能再收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鲍威尔还说，到期的 MBS 资金呢将用于购买短期国债。这一步啊，看似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，其实呢就是为了下一轮量化宽松 QE 提前储备子弹。美联储开始重新买债了，等于是提前在给市场输血。这说明他们的内部已经觉察到某种系统性风险的苗头了。还记得杰米·戴蒙的蟑螂理论吗？说你只要发现房间里有一只蟑螂，就说明啊还有一窝没有被看到。上周，美国2家区域性的银行被爆出贷款欺诈，金额虽然不大，但这只就是冰山的边角啊。市场现在担心的是更多没有暴露的信用风险。这2起案件虽然不是银行自己在造假，而是银行的客户在造假。可是问题就在于，美联储之所以突然停止缩表，就是因为这种信贷欺诈，说明中小银行的风控非常松动。一旦利率高企，坏账蔓延，那就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流动性紧张。所以金价上涨的逻辑非常清晰，它不是对战争的反应，而是对货币体系风险的提前定价。每当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，或者通胀的粘性居高不下，或者全球化退潮、信任赤字加深，那黄金呢就会成为系统性焦虑的出口。我们还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，黄金不是涨给通胀看的，而是涨给央行、涨给投资人信心崩塌看的。历史上几次金价的狂飙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，2008年次贷危机的发生，2020年疫情的放水，背后都是货币信用体系的裂缝。而2025年的这一轮，也许正在重演。如果这真是新一轮的流动性转向的开始，那意味着全球将进入新的 QE 周期的前夜。对于投资者来说呢，这不是短线投资的信号，而是资产配置结构调整的机会窗口。我建议大家思考3个层次的配置。第一个层次，防御层，黄金 ETF、白银 ETF，抵御货币的稀释。第二层，收益层，短期美债 ETF，锁定安全收益。最顶层呢，成长层，在放水的环境下受益的 AI 半导体类的 ETF。
这三层结构呢，正是我在思想会反复讲的 debasement trade 货币贬值交易的三层配置的逻辑。金价的异常，它不是警报，而是一个信号。所以总结一下啊，当黄金无视市场的好消息，逆势上涨的时候，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，全球的流动性、信任和债务的平衡都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。所以，我们不要被短期的和平假象所蒙蔽，真正的拐点往往从放水的那一刻才开始。想进一步了解背后的资产配置的策略，我会在思想会当中呢展开完整的讲解，包括 ETF 配置清单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